8085代 Ultra 就一个缺点，如果能接受的话，那么这双鞋可以直接吹爆了。那这个缺点我们后面着重聊一下。先看一下外观，我还是挺吃这个颜值的。所以之前历代的8080都是外观没输过，实战没赢过，但这一次实战是有所改变的。所以你看它的鞋面材料以及系带系统，对于宽瘦脚来说都可以穿着，因为鞋面的延展性比较强，并且它不是那种过于硬质的材料。但是尺码一定要选择小半码甚至小1码。那我这双鞋按照正常尺码选择，结果前面空了这么多。中底依旧是可置换中底，但它的材料升级成了超泵。那对于正常体重或者是我这种轻体重来说，它的反馈会非常明显。不过对于大体重来说可能会踩穿。那我就一句话，只要你试穿，你一定会被它的中底体验所吸引到。底部的碳板配合着一圈的 TPU 贴片，在置换中底里面，它的刚性是完全过关的。那我开头说的缺点就是在极限状态的时候，你做一些急停、后撤或者是大幅度的变向，还是会出现底面分离的这种感受。那我毫不避讳的讲，其实很多国产球鞋在置换中底的系统里面都会出现这种分裂感。而我个人觉得这种分裂感的解决方式有2种，第一种就是用一种偏韧的鞋面材料包裹在鞋面的周边。那你可以看到这个鞋面材料，它的延展性是很强，它带来的缺点就是在你极限状态下，鞋面会被你的脚所带到这边来，而中底由于有一定的刚性，没有做过多的位移，那这个时候就自然而然的带来了一种分裂感。而 JB1其实也是置换中底，但它的这种感受会小很多，所以我觉得可以在鞋面材料上面去做一些改变。其次就是在中底鞋壳的周边可以去做一些改善。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鞋壳的2侧其实做的比较细，就你脚在去做一些侧移的时候，你会觉得这个位置被卡到，就像有一根细线再去割你的足弓这个位置。但是大家看科比的球鞋，它会在这2侧的设计会更加的软滑圆润一些，所以这2种鞋底和鞋面的解决方案，我其实会更优先去选择这一块的处理给做的更圆滑一点，从而去改掉这种分裂感。其他的方面，其实我对比于4代，我还是能明显感受到它有很多的优化和升级。那说回来，设计师还是在去听取消费者的一些意见，做一些改变。所以在除开一些特定高强度的对局，或者是我很想赢下的比赛，我其实还是会选择这双鞋的。那它独特的外观以及反馈很强烈的中底，再加上抓地啊、灵动的表现，我后续是会长时间去穿着这双鞋的。所以那你们会去考虑选择这双8085代吗？